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我動用關係，給村裡的包工隊談下2000多萬大單，其中有30萬回扣。可就在我簽好了合同後，村民們不幹了。不對呀，那30萬居間費是啥意思？陳斌，這錢該不會是你貪了吧？你也太黑了吧！不聲不響就賺走大家30萬，虧大家那麼信你。就是我們辛辛苦苦才賺這點，你一下子就拿那麼多，我們不能助長這種歪風邪氣。反正你合同也簽了，這30萬的回扣你掏了唄，違約金也夠你喝一壺的。我好言好語地解釋，這是人家把工程給咱幹的辛苦費，是人家應得的。村民們卻不聽，反而罵得更兇了，話裡話外說我是白眼狼。全然不想是因為我的出力，他們才能在年底得到一筆不菲的大錢。我笑了，大手一揮，將這2000萬的生意介紹給隔壁村。隔壁村因此家家戶戶換上了小別墅，本村的村民們卻哭了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冬月，寒風凜冽，老爸、村長還有村長兒子從偏僻的小鄉村裡跋山涉水地找來了。我正愣了一下，連忙起身將人迎進店裡，熱情地倒水招待。簡單的寒暄後，老爸皺着眉頭望着我，長嘆一口氣：“斌子，村裡包工隊遇到麻煩了。原來是村裡的包工隊遇上了工程欺騙，活給幹了，卻1分錢沒到手。眼看再有2個月就要過年了，手裡沒1分錢，這可把一眾大老爺們愁壞了。包工頭是村長兒子，項目又是他找的，這馬上就要過年了，村民們拿不到錢，村長發愁，於是他們就找上了老爸。老爸看在一個村的份上，就帶人找上了我。斌子，你讀書多，腦子好，是咱們村唯一的大學生，又在城裡站住了腳，給想想辦法吧，要不這年咱沒法過呀。老村長褶皺的臉上滿是愁苦，再沒了往日的精氣神。是啊，斌子，你從小就聰明，給想個法子吧，起碼讓大家伙能過年啊。說話的是剛子，也是村長兒子。記憶中，他總是一副信誓旦旦，不管發生什麼都淡定自然的模樣。如今卻鬍子拉碴，滿臉的滄桑，似乎是心緒難解。他愁苦地低頭，雙手煩躁地插進雜亂的髮絲裡。都怪我識人不清，要不是我攬下那個項目，鄉親們也不會大過年的遇到這糟心事。眼看就要過年了，村民們卻兩手空空。我是罪人，罪人啊！1.8米的小伙子說到情動之處，竟然哽咽了。都是一個村的，雖然平時偶有爭執，可看他們這樣，我心裡也不是滋味。我是真想幫忙，可我就是一個房屋中介的小老闆，要讓全村上百號人都掙到錢，還是在短短的2個月內，這簡直比登天還難。他們找上我，這純粹是病急亂投醫。村長剛子，我很能理解你們的心情，都是一個村的，能幫我肯定會幫。我斟酌着語言，說得誠懇。可你們也看到了，我就這麼一個小店的老闆，要是1、2個人吧，我還能安排在我這店裡，照顧着給拿點工資。可村裡那麼多人，我是有心無力呀。說實話，看到村裡那麼多人過不好年，我心裡也難受。可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又不是什麼富豪，能力有限啊。那這可咋辦啊？斌子，叔知道你難，可你不是大學生嗎？那麼多同學朋友，你都聯繫聯繫，沒準就成呢。村長猛然站起來，滿眼希冀地盯着我，老樹皮似的臉上爬滿焦急。是啊，斌子，你就跟他們聯繫聯繫，我這真是走投無路了，要不也不會來找你呀。剛子盯着我，滿臉希冀，
就像溺水的人終於抓到了一根浮漂。同學朋友，大學畢業後早就各奔東西了，誰還能記得誰呀？我皺着眉頭，很是為難。不是我不幫，而是那麼多年不見，一聯繫就讓人介紹大項目，想也不可能啊。村長，剛子，你們就把心放肚子裡吧。斌子不是那見死不救的人，他會努力想辦法的。老爸突然開口，大包大攬。我瞪大眼睛，滿臉詫異地看着他老人家，眼神一個勁地詢問他這是鬧哪出？也不想你兒子實力如何，就這麼信口開河地應答下來。萬一辦不成，那可咋辦？可老爸卻不理會，一錘定音，將這事包在了我身上。坑兒子啊！再看村長，笑的那叫一個開懷。斌子，還是你有出息，村裡人能否過個好年，可就都靠你了。村長拍拍我的肩膀，一張老臉笑成了菊花。瞬間，一股無形的壓力如大山般壓在我肩上，我真是忍不住了。全村人的希冀，這擔子不是一般的重啊！我有心想解釋些什麼，可被老爸一個眼神勸退了。夜晚，將村長與村長兒子安排在招待所後，我迫不及待地詢問老爸，他這一出是何意？兒子，這可是關你老爸競選村長的大事，這事你必須得搞定啊！聽了這話，我恍然大悟，老爸一直就有當村長的想法，他人緣好，會識字，還將我培養成了村裡唯一的大學生。當年村長競選，他本來是很有希望的，可現在老村長他兒子，也就是剛子，帶領全村的青壯年組建了一支包工隊，關鍵人家還弄得有模有樣，村民們跟着沒少掙錢。於是這村長之位就與老爸無緣了。這麼多年過去，我還以為他老人家早就沒這心思呢，沒成想他老人家竟還惦念着呢。還能說什麼呢？為了自個老爸的人生願望，甩開袖子往死裡幹吧。不過能不能成，我還真不敢保證。既然這事非幹不可，那少不了一頓細細琢磨。村裡人人會的幾乎都是工地那一套，要想在短時間掙到錢，還得幹他們那老本行，所以這就急需一個較大的工程項目。有了思路，我就開始聯繫幾個建築行裡的同學，以及處得不錯的售樓部老闆，還有一些維護得不錯的資產頗豐的大客戶。想法是好的，現實是殘酷的。聯繫了大半天，一無所獲。電話打通，剛開始還聊得好好的，一說到讓幫忙介紹項目，那掛電話的速度猶如坐了火箭。錢難掙，屎難吃，更何況這是求人給掙錢的項目，哪有那麼容易成？這幾天我睜眼閉眼都在想着攬工程的事，着急的嘴上都起泡了。斌哥，你這是怎麼了？愁眉苦臉的，這月的業績不是超額完成了嗎？員工小李端着一杯自泡的咖啡，一邊喝一邊嬉皮笑臉地說：“不是公司，是我們村裡的事。”我嘆口氣，將事情的來龍去脈簡單說了一遍。斌哥，你爹這純粹是坑兒子啊！這離過年就2個月了，還給你這麼重的任務，鬼才能完成啊！小李聽後驚呼道，臉上的神情要多誇張有多誇張。滾滾滾，別在這兒礙事！我沒好氣地說。別呀，斌哥，我有辦法。他湊在我身邊，說得一本正經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見我神色如此嚴肅，小李也不敢嬉皮笑臉了。他叭叭叭地說出了他的主意。原來他在海城有個遠房表哥，正是搞建築的，而且幹的規模不小，認識的人也多，說是找他幫忙，或許能成。我一聽大喜，那還等什麼？立刻催着他趕緊聯繫，還說事成之後獎勵他2個月的工資。他也不推脫，當着我的面立刻撥通了電話。
果真，事情有戲。不一會兒，他表哥就介紹了我一樁生意，幫海外駐華公司裝幕牆窗。不過，人家只是給牽個線，具體商談還得看我們自己。我也不是不識趣的，連連道謝，並保證合同簽下後，一定會好好對他表示感謝。多日發愁的事終於有了眉目，我連夜訂機票飛到海城。小黎表哥很熱情，在他的介紹下，我見到了工程方的負責人。酒過三巡，對方終於鬆了口，工程交給誰，人家不在意，只要給30萬居間費就成。上萬平方米的幕牆窗，每平方米1000多，合計下來就是2000多萬的項目，淨收益怎麼也得幾百萬。全村大概100號人，這是要成了，每人起碼到手3萬，2個月就能掙這麼多。用腳想，這生意都非常划算，不就30萬嗎？人家介紹這麼大一個項目，要點辛苦費也是應該的。我二話不說，直接答應。當天我就帶着合同連夜趕回了村裡。老爸知道後，驚喜連連，拍着我的肩，大為稱讚，直說我是他最大的幸運。這次的村長之位，他肯定坐穩了，不用我吩咐，他老人家就匆匆跑到村裡，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大家。村民們都大為驚喜，不一會兒的功夫，就將他圍在一起，詢問着掙錢的事。他樂滋滋的讓我給大家說，我也不推辭。鄉親們，我的確幫大家談了個項目，2萬多平的幕牆窗，2個月內完工。但凡去的人，最低都能到手3萬。唯一不好的就是離家太遠，需要去海城。不過我能保證，過年之前大家一準能回來。村民們聽後，那感謝的話猶如漫天潮水撲面而來。斌子，能掙錢就行，不就遠點嗎？那算個啥事？就是，只要能給我3萬，再遠都行。斌子，不愧是大學生啊，你可是幫村裡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！被眾人簇擁着，我還真有種明星見粉絲的感覺。斌子，真是2000多萬項目，這是靠譜吧？村長兒子剛子湊上前來，有些不相信地問：“說什麼呢？”斌子讀書多，他說能成，那就一定能成。你瞎操什麼心？老村長耷拉着一張老樹皮的臉呵斥，隨後臉上堆笑：“斌子，你別跟他一般見識。你剛子哥這是被先頭的事嚇怕了，你別往心裡去。你是村裡最有出息的。”大家伙都相信你。老村長說得很和藹，一臉真誠。村長，您不用多說，我能理解。要我遇到剛子哥那事，比他還謹慎啊。這項目你們就放心吧，是我店裡員工他表哥介紹的，我親自去跑的，合同都簽了，保準沒問題。我笑着解釋，沒將他們的話放心上，說着還將簽訂合同拿出來。村長接過，一頁一頁的瀏覽，他看得很慢很慢。良久之後，他拍着我的肩膀，蒼老的臉上露出笑意：“好好好，不愧是咱村最有文化的，有了這活，大家總算能過個好年了。”他說着誇我的話，不知為何，我總有種怪怪的感覺，好似他並不希望我能得到這個項目似的。想法剛一出，就被我搖頭否定了。工程款拖欠未結，這可是他兒子找的項目造成的。就算是為了幫他兒子找回信譽，不讓村民埋怨，他也該期盼我找到項目啊。我沒有多想，只以為自己感覺錯了。接下來我就統計報名，能掙錢的事大家都不想錯過，自然紛紛報名。名單弄好後，我就跟老爸幫大家統一訂購車票，然後請村長將要去的人召集起來，打算將車票分發下去。一切都很順利，車票都分發完，村長卻叫住了我：“斌子，別急，有個事想問你一下。”
我狐疑地問：“村長，啥事？我不明白他想問什麼。”是這樣，昨日我突然想到，那合同上有個居間費30萬，這是啥費用啊？村長沉思着問。原來是這樣啊，我還以為是啥大事呢，嚇我一跳。正當我要解釋，剛子就開口了：“爸，您不知道就別瞎說，居間費就是給合作方的好處費，這是規矩，每個項目都要給的，這錢少不了。”剛子咋咋呼呼地解釋一通，末了他還吞吞吐吐地說：“就是往年我都是給個5、6萬，撐死了10萬，不像斌子這麼高。不過可能是海城那邊規矩不一樣，咱們要相信斌子，他跟咱是一個村的人，還能害大家嗎？”他這話看似幫我解釋了，實則挑起了村民們對我的不滿。一個村的咋了？這年頭就是熟人坑熟人啊！就是斌子，你給我們解釋清楚，這30萬究竟怎麼回事？不會是你拿了吧？雖然這單掙得多，可你一下子就從咱們身上扒30萬，也太狠了吧？可不是，虧大家那麼相信你，合着你是個周扒皮呀？就說你怎麼這麼好心呢？原來是想從我們身上吸血呀！大家的指責聲、抱怨聲如海浪般，一浪高過一浪。2000多萬的項目啊，就因為這30萬，之前還和藹可親的村民就變得面目猙獰。我狠狠地瞪着周圍的村民，雙手攥緊，怒意迸發。閉嘴！我氣沉丹田，怒聲大吼，全場寂靜。我如鷹般銳利的目光掃視過在場的所有人。為了談成這單項目，我自掏腰包活動關係，不說搭出去的錢有多少，就說我跑前跑後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。你們一個個口口聲聲周扒皮、吸血鬼，是不是太過分了？2000多萬的項目，人家唯一的要求就是這30萬居間費，過分嗎？我目光如炬，掷地有聲，冷冷地看着他們。不過分，你把這錢掏了呀，30萬啊，每人分下來能有大幾千了。你說的倒是輕鬆，就是你都幫大家那麼多了，為何還要讓大家損失這麼多？你是城裡人，不缺錢，將這錢貼補上不就行了？聽着他們這大言不慚的話，我氣得渾身顫抖。早知道就不插手這事了。瞧瞧，這說的是什麼話？我幫他們，就該賠上自己的所有嗎？他們的臉還真大，到底是誰給他們勇氣，讓他們說出這麼不要臉的話來的？你們怎麼能這樣？我兒子為了讓大家過個好年，1個星期都沒合眼，要不是一個村的，他至於這樣勞心勞力嗎？你們不念一句好就算了，還這樣詆毀他，真是讓人寒心啊！老爸氣急敗壞，怒斥着周圍所有人：切，什麼為了我們？別把自己說那麼高尚。你兒子之所以這樣賣力，還不是為了讓你有競爭村長的實力？既然是為我們好，那居間費你們為何不掏了？就是都做這麼多了，還差這臨門一腳嗎？讓大家過個好年不行嗎？斌子，你可是村裡唯一的大學生，你給村裡辦事，難道還要回報嗎？剛子帶大家出去，每次只給5、6萬就行，怎麼到你這兒就不行了？多出的錢沒到你腰包，誰信啊？他們一句句的指責，猶如蜜蜂嗡鳴般響徹在我耳邊，搞得我頭都要快炸了。你們！老爸氣得雙眼猩紅，蒼老的手指顫抖地指着他們，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你什麼你？被大家戳破事實，無話可說了吧？有村民扯嗓子大叫，老爸怒不可遏，胸膛驟然起伏不停，眼睛一閉就向後倒去。我趕緊將人扶住，然後用手不停地幫他順氣。好一會兒，他老人家才緩過來。裝什麼裝？說2句就頭暈，不會是想訛錢吧？人群裡也不知是誰在陰陽怪氣的嘲諷。斌子，
你要真為大家好，就把那30萬自個兒出了，否則我就不去了。說得對，要想我們去幹活，你就把那30萬出了，合同已簽。要是我們不去，你損失肯定不止30萬吧？勸你想清楚了。幾乎所有的村民都無視我老爸的痛苦，他們一個個面露貪婪，囂張狂妄，好像吃定了我會妥協。爸媽氣不過，跟他們理論，卻讓他們越發有恃無恐。我冷笑一聲，將爸媽繼續勸說的動作阻止。既然大家意見這麼大，可以不去。我目光凜冽，冷冷地說：不去就不去，你算個毛！還真把自己當根蔥了。合同已簽，到時候還不是得求我們？到時候你別後悔。就你這樣自私自利的人，跟你去了，沒準才倒霉呢。村民們竟然空前的統一，都齊刷刷的拒絕。我也不管他們，兀自扶着老爸一步步離開。身後傳來罵罵咧咧的聲音，什麼白眼狼、吸血鬼，罵出的話一句比一句難聽。回到家裡，老爸就一陣後悔，直說對不起我，讓我遭人非議。說實話，我也想不明白，總感覺今天的村民怪怪的，就好像被什麼操縱了似的。否則，這麼簡單的道理，他們怎麼會不明白呢？2000多萬的項目，人家給誰不是給？不要點好處，怎麼能輪到你？現在首要的事就是找幹活的人，畢竟合同已簽，按照合約1個星期內就必須開工，距離合約的時間就剩3天了。我必須盡快找到可以頂替的人。隔壁村的王猛是我小學同學，他也是個包工頭，自己拉了個隊伍，據說幹得還不錯。雖然初中畢業就不聯繫了，可我要是找上門，他一定不會拒絕。就是不知道他現在手裡有沒有活，萬一人家正有項目要完成，那我可就真沒轍了。不管了，死馬當活馬醫，總得去一趟。就算是他忙着，他幹這一行的，認識的人總比我多。這樣想着，我跟爸媽說了一聲，就騎着電動車出發了。大約半個小時後，我到了隔壁村。按照記憶中的路線，我找到王猛家，他爸媽、老婆、孩子都在，就他不在家。他爸還認得我，得知我的來意，趕緊給他打電話。斌子，聽我爸說，你要給我介紹項目。他還是那麼爽朗，乾脆，一點都不拖泥帶水。是啊，原本是我村裡。我將事情經過大概說了一遍，問他能不能接這個活。他高興地一口答應，還對我連連感謝。原來他們手頭的工程早就完工了，本想趁着過年之前再找點活。我的來電可謂是及時雨，當天他就連夜趕回來了，見面就是給我個大大的擁抱。斌子，你可幫我大忙了，你放心，這單要真像你說的這樣，回頭我給你包個大紅包。原來王猛早就想帶着兄弟們去南方闖闖了，我這一來，正好給他提供了機會，車票也不用我給買。2天後，他就帶着手下的人出發了。時間一天天過去，村民們見我一點兒都不着急，心慌了。路上偶爾見到，也會有人問：斌子，日子快到了吧？趕緊得招呼人走吧。是啊，都是一個村的，誰還真怪你？只要你跟大家伙認個錯，大家伙立馬跟你走。你呀，就是太倔，大家也是想多掙一個錢，你要多理解呀。瞧瞧，這話說的，合着我幫他們還幫出錯來了。在這裡生活了10幾年，怎麼沒發現他們如此無恥？我陰冷地盯着他們，嘴角浮起一抹自嘲的笑。我理解呀，我忙前忙後，好不容易找到這麼一大單，合同都簽了，你們罷工，我不也沒說什麼嗎？我說的一本正經，在場所有人怔愣，似乎沒想到我會這麼說。斌子，你這是怪我們呢？隨你們怎麼想吧。我意興闌珊，沒了和他們說話的慾望。在某位村民開口後，
直接出言打斷。老爸老媽被村民的行為傷壞了心，面對村民的詢問也不搭理，見我們油鹽不進，怎麼也問不出話來。他們終於忍不住，一窩蜂地擠進我家，就連村長都來了。斌子，大家知道你不容易，可你這一下抽走30萬，着實太多了。村長開口就是幫村民們說話，要不這樣，你抽15萬，也讓鄉親們多掙點。這會兒他不緊不慢，悠然自得的樣子，可與之前來求我幫忙時的窘迫截然不同。早在村民們罷工的當晚，我就仔細回想了整個事件，雖然沒證據，但我心裡就是有種感覺，這是跟村長一家脫不開關係。瞧吧，他這一開口，大家都紛紛支持，還感激地看着他。賢多，可以不去，我又沒攔着你們。我不緊不慢地開口，你們也不用糾結了，人我已經從隔壁村找好，2天前他們就出發了。話一出口，在場的人都瞠目結舌。我不理會他們驚詫的神情，慢悠悠地說：“說來也怪啊，隔壁村一聽就答應了。同樣是人，人家怎麼就不覺得那30萬的居間費多呢？而且人還說了，等工程款到手，要給我包個大紅包呢。”我一句句的話讓他們臉紅，可很快就有人不滿了。陳斌，你也太心狠了，有好事不想着村裡，卻偏幫外村人，狼心狗肺的東西，就見不得村裡人好，斷人財路，猶殺人父母。你等着，老子跟你沒完！各種難聽刺耳的謾罵聲接踵而來，紛紛不絕。你們一個個還真是會倒打一耙呀！明明是我幫了你們，你們不念情就算了，還貪得無厭地想讓我把居間費出了。我怒目而視，狠狠地瞪着周圍的人。怎麼，你們的錢是錢，我的錢就不是錢了？就是3歲小孩，也知道想玩別人的玩具需要拿自己的交換。你們呢，淨想着空手套白狼，還動不動就用村裡的情分道德綁架。你們這麼大義，這麼善良，怎麼不把你們家裡的錢拿出來分給大家呢？我言辭犀利，一句句數落着他們。是，我爸是想當村長不假，可這2000多萬的大單也是真的吧？你們明知道違約，我會面臨什麼？還集體罷工逼迫，如今掙不到錢，又埋怨我。你們的臉是城牆做的嗎？我不是你們爹老子，沒興趣，也沒義務管你們死活。滾！我氣勢全開，凌厲地看着他們，指望他們迷途知返，比大白天見鬼還難。他們一個個漲紅着臉，氣勢洶洶瞪着我，竊竊私語聲漸漸響起，全是對我指責、謾罵。斌子，我知道你心裡有氣，可你再怎麼生氣，也不能偏幫外村人啊！老村長話語裡滿是無奈，沉默幾秒。算了，到底是我家剛子惹出來的事，要不是他錯信小人，導致大家拿不到工程款，也不會發生今天這事。這樣吧，凡是跟剛子出去的人，我自掏腰包給每人補償3000，雖不多，可到底是一些心意，大家過年也不至於那麼難。村長的一番話引來眾人稱讚，大家一口一個好村長，那感激涕零的樣子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村長做了什麼功德萬千的大好事呢。早不說，晚不說，偏偏這個時候說，我再次对他有了懷疑。他是個老狐狸，不好對付，但他兒子剛子可沒他心思這麼沉。事情沒有最終結論，我也沒跟爸媽詳談，免得他們白擔心。村民的無恥讓我不敢對他們有過多的期望。為了以防萬一，我連夜到鎮上買了好幾個微型監控，裝在家裡以及院子的各個角落。夜深人靜，我們一家人正睡得熟呢，砰一聲巨響，我們全都驚醒了。等開燈出了屋門，才發現有人將殘羹飯菜潑在我家大門上。
並且院子裡養的5隻兔子也全死了，它們鮮血淋淋，眼睛的地方是2個黑乎乎的黑洞，眼球顯然被生生挖走了，雪白的身上更是一道道觸目驚心的傷痕，死狀極慘。這是赤裸裸的挑釁報復啊！我遍體生寒，到底是有多大的仇，要讓他們如此洩憤？我攥緊拳頭，瘋狂地克制着心裡的怒意。老爸老媽呼天搶地，氣得直抹眼淚。心情緩和後，我將監控調出來，畫面很清晰，是村裡的陳二狗與陳鬍子2人整天吊兒郎當的。可是陳剛的狗腿子，不用說，有很大概率是陳剛主使的。造孽啊！天殺的！我們家到底做錯了什麼呀？潑大糞就算了，還要如此殘忍地對待動物，他們簡直沒良心啊！今天他們敢殺動物，明個是不是就能殺人？老媽氣得渾身顫抖，老爸也沉默着不說話，顯然被村民此種舉動嚇壞了。爸媽，我們報警！我狠狠地說，爸媽卻不同意，怕引來更大報復，還讓我趕緊離開村裡。爸媽，放心吧，他們都是家世的人，就算他們再狠，也不敢殺人的。這次我們要是妥協了，他們只會變本加厲，感覺我們好欺負。我說了很多，才勸通爸媽。次日一早，我果斷報警。當我帶着警察出現在村裡時，大家都紛紛跑來看熱鬧。陳二狗與陳鬍子慌了，他們想要逃跑，卻被執法隊員3兩下就銬住了。陳斌，你什麼意思？我跟你無冤無仇，你為何要帶警察抓我？陳二狗不死心地朝我吼吼：你家大糞又不是我潑的，你憑啥帶人來抓我？陳鬍子慌亂之下，竟然不打自招。哦，你怎麼知道我家被潑大糞了？我笑吟吟地看着他們。陳鬍子眼神躲閃，心更慌了。這麼多人，鬍子一定是聽大家說的。你沒證據，別亂冤枉人。二狗子有幾分機靈，梗着脖子與我對峙。村民們議論紛紛，也說我沒證據就報警，太荒唐了，讓你失望了。證據我有。說着，我就從手機裡翻出昨日監控到的視頻。黑乎乎的夜裡，2個身體鬼鬼祟祟地爬進我家，又殘忍將兔窩裡的兔子一隻隻凌虐致死，最後將早就準備好的大糞潑在我家大門上。臨走時，還用乾水桶用力撞擊我家的大門。清晰的視頻出來，二狗子與陳鬍子徹底傻眼了。同志，我要求對他們依法制裁。冰冷不帶絲毫溫度的聲音從我嘴中吐出。根據治安處罰條例，你們擅自闖入居民家中，意圖破壞財物，情節十分惡劣，拘留15天。執法人員嚴肅道：“陳斌，我錯了，饒了我吧。我家裡只有我奶奶一人，我要是不在，沒人照顧她呀。”陳鬍子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。陳二狗倒是硬氣，沒有哭求，但他的家人卻好話說盡，希望我能饒過他。斌子，是二狗的錯，看在一個村的份上，你就原諒他吧。你放心，我們這就去清理，另外再賠償你500，這事咱們私了吧。叔求你了。他說得很誠懇，道歉態度也很好，可我卻不為所動。叔，我沒得罪你吧？我爸媽也沒得罪你吧？去海城的工程是你自己不去的吧？我猩紅着雙眼發起質問。那麼二狗子為何要虐殺我家的兔子，還往我家裡潑大糞，自作孽不可活？要怪就怪你兒子是非不分。我聲音陡然拔高，當初是村長親自找上門來說你們工程款被騙，過不了年讓我給想辦法。我念在同村的份上答應了，跑斷腿費盡神才找到那麼一項目，是你們自己不願去的，關我何事？
我對你們已仁至義盡，你們要再這麼是非不分，故意打擊報復，陳二狗與陳鬍子就是你們的下場。我鏗鏘有力，犀利的眼神掃視着在場的所有人，大家都不說話了，看向我的眼神裡多了幾分忌憚。村長上前：斌子到底是一個村的，我不想聽他這屁話，出聲打斷。村長，我就問你一句，我做錯了沒？說完，我就死死地盯着他，他要是說有錯，我就將他的光輝事跡散播到附近各個村裡，再給鎮領導寫一封舉報信。猶豫再三，他無奈道：你沒錯，可大家也是想，好了，既然我沒錯，那就別再多說了。我直接打斷，不給他開口說話的機會。他能說什麼？無非是讓我體諒村民們的不易，說他們也是想多掙一個錢，讓我別計較。可憑什麼呀？我一定不是他們爸媽，也不是他們債主，沒必要慣着他們。陳二狗與陳鬍子被拘留這事，讓大家對我有所忌憚，在沒有不長眼的暗地裡對我家發難。這事過後，我就暗地裡留意着村長兒子陳剛的動靜，發現他離開村後，我立刻悄咪咪跟上，一路跟到鎮上。我竟跟一群狐朋狗友到了鎮上的一家酒吧裡，在他喝得迷迷糊糊之際，我端着酒杯來到他附近，找了一個位置坐下。剛哥，上次你不說要搞你們村裡那個大學生嗎？得手沒？其中一個胳膊上有紋身的小伙八卦地問。老子想搞的人，那還用說？陳剛醉醺醺地說。其他人趁勢附和，讓他講講具體過程。他志得意滿，春風得意，跟你們說呀，那陳斌就是一個傻子。我爹說工程款被騙，他還真信了，傻乎乎跑天跑地的找工程。他不知道的是，那工程款早就結清了，我爹就是故意給他下套，就等着他吃癟食，再把錢拿出來好收買人心呢。他爹還想競選村長，競選個屁！半年下來，每人的工資起碼得4萬，結果我爹給他們每人3000，他們就樂得找不着北了。一群傻叉！他邊喝邊說，說的那叫一個帶勁，那高高在上、猖狂的樣子，仿佛所有人在他眼裡都是個垃圾。原來如此，就說怎麼感覺村長怪怪的？這下可都有答案了，原來這一切都是村長的陰謀，為的就是來年村長競選的成功。他還真是下得一手好棋，可惜他不該故意戲耍我。剛哥，那居間費呢？叔是怎麼做到讓大家幫忙的？是啊，這也是想不通的地方啊。人家給項目，咱給點好處費，這麼簡單的道理，誰不懂啊？兩個額頭飄着一縷黃毛的小伙驚奇地問：那還不簡單？有人帶節奏啊！我平常弄個項目才5萬，他陳斌就得30萬，這天地差距就讓人心裡不平衡了唄。沒人說還好，找個人將這事擺到明面上，能多掙錢，誰不願意？那些村民傻得跟豬似的，又貪又好騙，不騙他們騙誰？陳剛搖頭晃腦，得意洋洋地說。周圍的幾個狐朋狗友連連吹捧，直呼高明。陳剛一高興，直接請客，讓他們隨便喝、隨便玩，都算他賬上。狐朋狗友們的稱讚聲越發響亮了。錄音到手，我悄然退去，回去將事情告訴爸媽。二老聽了錄音後，都氣憤不已，將村長罵了半天。老爸氣得更是要直接上門，我趕緊攔住，眼下還不是時機，在敵人自以為成功的時候，再給他致命一擊，那樣才能徹底擊垮他。萬物復蘇，春暖花開。很快，村長競選的日子到了。為了這天，我特意從遙遠的大城市趕回來。村民們搬着自家的小板凳，坐在村委會大院，人頭攒動，熱鬧紛紛。
老爸也樂在其中，與周圍的村民笑呵呵地說着什麼。只不過經過上次的事，他對當村長再沒當初的熱切與執念。用他的話來說，就是為了這群白眼狼辦事不值得。各位代表，各位父老鄉親，又到了村長選拔的時候，時間過得可真快呀！過去的幾年，能有幸得到鄉親們的支持，為大家服務，我倍感榮幸。都是一個村的，大家也知道我陳老三是什麼樣的人。要是大家願意記我當村長，我一定盡心盡力地為大家服務。開場，村長就洋洋灑灑地說了一通誠懇、發自肺腑的話。他向來會辦事，人前人後都是一副慈祥和藹的樣子。話音剛落，村民們就紛紛支持。投票結果出來後，果然他陳老三的票數最高，村長之位毫無疑問再次落在他手中。謝謝大家，謝謝大家，大家伙放心，我陳老三一定好好為村裡服務，絕不辜負大家伙的信任與支持。他站在人群前，樂得臉上的褶子都快掉下來了。台下的陳剛也咧開了嘴，笑得跟個傻子似的。察覺到我的視線，他竟衝我挑釁了一笑，眼裡是赤裸裸的嘲諷。現場的村民們也一個勁地拍手叫好。村長，你真能做到不辜負大家的信任與支持嗎？就在大家一片和諧的時候，我站了出來，刷刷刷，無數道目光齊齊匯聚在我身上。村長更是皺着眉頭，滿臉怒氣。不過他掩飾得很好，反應得也很快。斌子，叔是有什麼讓你不滿的地方嗎？你直說就是。要真是我哪裡做得不對，我一定積極改正。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，而是以這種極其熟稔又真誠的語氣詢問。我在心裡冷哼一聲，還真是會裝模作樣。瞧吧，他一句話，前方領導對他的好感度那是又上升了一個台階。陳斌，你特麼故意搗亂是吧？知道你爸一直想當村長，鄉親們不選他，你也不用拿我爸出氣啊。陳剛虎視眈眈地盯着我，一副要吃人的架勢。我沒有理會他瘋狗似的叫囂。大家都是一個村的，今天當着大家伙的面，我就想問一句，年前你們找我說工程款被騙的事是不是真的？話落，人群騷動，什麼情況？莫非工程款被騙是假的？天哪，那不是說剛子吞了我們的血汗錢？不可能，剛子是村長兒子，不會這樣做的。可要沒問題，斌子鬧什麼呀？大家的議論聲如狂風驟起，瞬間彌漫在這一方天地。陳剛眼神躲閃，雙手握緊，一臉心虛地看看周圍的村民，隨後仰頭怒視着我，張嘴就要辯駁，卻被村長抬手阻止。斌子，你這就冤枉輸了。工程款要沒事，大老遠的我找你幹嘛？大冬天的，誰願意沒事找事？他言語真切，態度認真。被他這麼一說，村民們懷疑的態度立馬消除了不少。是嗎？我輕輕一笑，將錄音放出。我爹說工程款被騙，他還真信了。那工程款早就結清了，我爹就是故意給他下套，就等着。半年多下來，每人的工資起碼得4萬，結果我爹每人給他們3000，一群傻叉，居間費，帶節奏唄。那些村民傻得跟豬似的，又貪又好騙，一句句用熟悉的聲音說出的話語播放出來。村民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徹底傻眼了。媽的，原來工程款早就下來了。剛子，你騙咱！狗日的，血汗錢都騙，太特麼不是人了。要是這錢到手，我爸就不會死在醫院了呀，我老婆也不會跑了，我娃也不會輟學了呀。村民們漫天的怨氣糾纏編織在一起，霎時便形成一張恐怖的大網。陳剛嚇得站立不止，
額頭大汗直冒。村長臉色陰沉，眉頭都快皺成山了。安靜！我陳老三什麼為人，你們不知道嗎？他一句話呵斥住眾人。陳斌，我自認待你還可以吧？村裡大小事也沒為難你吧？你竟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陰我！村長痛心疾首，裝出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模樣。不知道的還以為他真對我不錯呢。這演技也是沒誰了。事實擺在眼前，你都不承認。既如此，那就報警吧。說完，我直接按鍵。不！村長臉色大變，一個箭步衝下來，想要阻止，可惜晚了。他的慌張，大家都看在眼裡。農村人打工不容易，辛苦得來的錢還被騙了，他們能不氣嗎？村長，斌子說是真的，你真把工程款吞了，那可是大家的血汗錢啊！你倒是說話呀！村民們急了，紛紛圍繞在他面前迫切地問。村長面色難堪，支支吾吾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有人急眼，直接動粗，一把揪住陳剛的衣領，怒聲道：“陳剛，你說工程款是不是被你吞了？”來人怒氣冲冲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一臉凶狠地盯着他。陳剛嚇得直哆嗦：“愣子，你先冷靜，有話好好說，你先把人放下來。”村長焦急地大喊，他想要上前解救兒子，可村民們圍得水泄不通，他那老胳膊老腿拼了命也擠不出去。老子沒法冷靜，那是老子的血汗錢，要真是你們吞了，老子弄死你們！二愣猩紅着雙眼，牙齒被他咬得嘎嘣響，讓人看着就害怕。說：“錢到底哪去了？”他怒吼咆哮，如一頭暴怒的野獅。陳剛害怕得要命：“不關我的事，都是我爹的主意，你要找他。”全場寂靜，大家都诧異地看着他，沒想到他會將事情推在自己爹身上。媽的！二愣一拳頭砸下去，對着他就是一頓猛揍，也不知是氣錢沒到手，還是氣他如此無恥，出了事往自己老爹身上推。竊竊私語聲漸起，鄙視、嘲諷、不屑的目光都落在陳剛身上。村長也是一臉的茫然，他吃驚地盯着陳剛，不敢想象這是他疼到大的兒子。他想說什麼，可終究無言。爸，你快承認啊！難不成要看着他打死我？他喊得撕心裂肺，由於害怕，他聲音都顫抖了。就在這時，警車鳴笛聲響起，不多時，2個身穿制服的警察從車上走了下來，大家自動讓開道路。是誰報的警？嚴肅冷靜的聲音響起：“是我。”村長跟他兒子合夥詐騙村民們工程款，我將來龍去脈快速解釋一遍，並將之前的錄音再次播放。警察同志，這不關我的事，都是我爸讓我這麼做的呀！你們要抓就抓他，陳剛這個慫貨！警察同志還沒派專業人員對錄音進行驗證呢，他就不打自招了。大勢已去。村長也只能承認，是同志，都是我指使的，跟我兒子無關。他將所有的過錯攬在自己身上。說完，整個人精氣神都沒了。可警察也不是吃素的，事實如何，警方會查清。帶走！一聲令下，村長與陳剛都被帶上了警車。陳剛嚇得拼命掙扎，死活不去，卻被警察壓得死死的。村民們得知真相，怨氣驟然爆發。該死的陳老三，他也不怕遭報應。虧我那麼信任他，要不是他，我早跟着斌子去海城了。3萬啊，就這麼沒了！大家罵聲連連，無不把矛頭指向了村長父子。陳老三，你不是人！等村民反應過來的時候，二愣已掐住了村長的脖子。眾人驚呼，都嚇了一大跳。眼看村長就要翻白眼，
一口氣過去了。幸虧旁邊的警察反應快，將他一掌劈暈。陳斌，都是你害老子，你等着，老子做鬼也不會放過你。被壓的陳剛怒吼咆哮，滿臉不甘，神情要多猙獰有多猙獰，可惡有惡報，他終究會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。茂叔，對不起，都是我們誤會了你啊，你好心讓斌子幫忙找工程，我們不是人啊。茂叔，你有文化，對大家也好，要不你來給我們當村長吧？對，茂叔，你來給我們當村長，大家都選你。村民們圍繞着老爸不停地道歉，還說讓他當村長。但老爸經過上次的事，已把村裡人看得明明白白，早沒了當村長的心思。警方辦事效率很高，當天下午就傳來消息，證實工程款被騙一事是村長與他兒子所為。村民聽了，再次將村長一家罵了個狗血噴頭。當天，村民們紛紛湧入村長家要工錢，鬧到深夜，擾得村長家苦不堪言。最後，還是他們答應隔天就取錢歸還，大家這才散去。大約1個多星期後，判刑結果出來，由於他們貪污數額巨大，村長被判10年，陳剛被判7年。陳斌，你這下滿意了？殺千刀的，有什麼不能好好說，非要搞得我家破人亡？陳斌，我詛咒你厄運連連，出門被車撞，在家被犯噎。村長老婆氣不過，跑到我家門口破口大罵。老媽火爆脾氣上來，端一盆臭汗水直接潑出去，霎時黃白混合散發着臭味的液體落了村長老婆一身，好不狼狽啊！欺人太甚，你敢潑我？村長老婆氣得又吼又叫，活脫脫像一隻炸了毛的老鼠。誰叫你嘴臭的？你老公兒子昧良心，貪污大家的血汗錢，你不好好管，反倒跑我家門口撒潑，真是給你長臉了。有本事你就來一次，老娘潑一次。老媽站在門口扯着嗓子，村長家也太不像話了。是啊，錯的是他們，還來找斌子一家鬧，真是沒人性。春花嬸，有這功夫，還不如去牢裡給村長叔送點好吃的呢。就是，你那好兒子可要吃苦了，還愣着什麼？快滾啊！哦，臭死了，趕緊回家洗洗吧。看熱鬧的村民看不下去，出言諷刺。村長老婆嚷嚷着逃離了。陳剛是村裡包工隊的頭，他在的時候，大家也不用操心找活的事，跟着幹就完事。這他不在，包工隊那幫人連個活也找不着了。眼看着春天都快過去了，他們也沒找着一個活。而隔壁村可正嗨了，王猛借着上次的機會，竟然成功拓展了海城的業務。海城本就發達，工程項目眾多，再加上他董事上道，上次項目完成的又快又好，很得大老闆的賞識，當即將他推薦給一個朋友。就這樣，他算是把握住了海城的市場。當他給我轉來10萬謝禮時，我都驚呆了。我本不想要的，誰知他非讓我收下，還說他給合作方的更多。我一問，他竟然給了合作方100萬的居間費。媽呀，這就是格局呀！人家要30萬，你直接給到100萬。雖然跟着他的人每人少拿了1萬，但這條線可是被他穩穩搭上了。往後的項目少不了，錢自然少不了。斌子，求你了，給大家再找一活吧，這次大家一定聽你的。是啊，春種也結束了，大家實在沒活幹，再這樣下去，大家都得喝西北風啊！聽說隔壁村人都中風了，斌子，你能幫他們，也幫幫咱啊！這都一個村的，村裡的包工隊找不到活，竟然又求上了門，他們的表情言語無不真誠。可我不為所動，早知現在何必當初呢？上次的項目能成
也是僥倖，他們還真當我是神了。再說，就他們那白眼狼行為，我就是能帮也不會幫。因果循環，報應不爽，做人還是不要那麼缺德，否則遲早得遭報應。老同學王猛是個肯幹的。1年後，他的工程隊越做越大。由於他會來事，做的活不僅速度快，還質量好，好多建築方面的大老闆都等着跟他合作。那訂單是一個接一個，多的都接不過來了。為此，他專門開了個建築工程公司。最先跟着他的一批人都成了不大不小的領導。由於接手的項目眾多，一年四季都不缺活幹。隔壁村的村民每年都能掙得腰包鼓鼓，讓附近幾個村子的村民們都眼熱不已。老同學也是個心善的，只要來找活的人不偷奸耍滑，能認真幹活，他全都收進了工程隊，且從來不拖欠工資。跟我同村的村民們也忙不迭地跑去面試。王猛知道我當初幫村民卻被罵白眼狼的事，他特意來電詢問我的看法。這麼多年過去，我也早就放下了，讓他自己看着辦。畢竟他手下缺人，給誰幹不是幹。不過也讓他不用看在我的情面上，對他們手下留情，該怎麼辦怎麼辦就好。可惜呀，貪婪自私的人總是不長記性。面試成功後，他們就嘚瑟得不行，仗着自己是老手，經驗豐富，就在那裡摸魚偷懶。有些更大膽的，竟然偷偷倒賣工程地的建材。王猛發現後，毫不留情，果斷將他們當中不遵守規定的人統統開除。斌子，你就給說說情吧，那王猛可是你老同學，你去說一準能成。叔年紀大了，要是再找不着活，這家裡就揭不開鍋了呀。是啊，斌子，都一個村的，你可不能見死不救啊。斌子，你爸媽還在村裡呢，看在你爸媽的份上，你就幫幫大家伙吧。他們這群無恥的人，自己不好好幹活，被王猛開除，如今又來找我說情。見我不答應，他們還用父母威脅上了我。我被他們氣得渾身發抖。早知他們無恥，可沒想到他們的無恥竟如此沒下限。我怒吼着將他們趕出家門。陳斌，你就是一養不熟的白眼狼。陳斌，你見死不救，簡直不是人。陳斌，你不得好死。見我不幫他們去求情，他們對我破口大罵，每個人的臉上都猙獰無比。嫉妒、貪婪讓他們失智，隔三差五他們就會去霍我家的莊稼，不是拔苗就是偷玉米。有些人更過分，半夜時分敲我家大門，爸媽出去查看卻又沒人，即便報警警告，可他們就跟死豬不怕開水燙似的，從拘留所出來依舊屢犯不改。無奈爸媽就是不願離開村裡，也只能跟着我來到城裡。王猛得知這事後，問我願不願意讓爸媽將戶落在他們村裡。我以為爸媽會不願，可跟他們提起後，老爸當即就同意了。也罷，父母就這點心願，做兒子的哪能不滿足？就這樣，爸媽到老同學的村子安家落戶。我以為二老怎麼也得跟村民們磨合一段時間，誰知他們適應的可比我想象中快多了。看着他們二過得舒心，我也放心了。不得不佩服我這老同學呀，抓住一點機遇就能迎風直上，直衝雲霄。在他的帶領下，不出3年，他村裡的村民幾乎家家戶戶都在大城市買了房，買了車，小日子過得那叫一個瀟灑痛快。就連附近幾個村子的經濟水平都被他硬生生拔高了好幾個度。對村民來說，每天睜眼就有活幹，工資安全還能得到保證，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事了。村民財力的大大增長，引起了當地政府的注意，隔壁村竟成了先進村。
王猛也成了要表揚稱讚的人。看着他上台說感謝詞的時候，我由衷地為他感到高興。可就在這時，竟有人跳出來嚷嚷，他王猛能有今天，還不是搶了我們村的訂單，我們村成就了他，他卻忘恩負義，連個活都不給我們幹。鬧事的是陳二狗。他話音落下，跟着他的村民們紛紛扯開嗓子哭嚎，大罵王猛是個黑心老闆。在場的人都傻眼了，台上的政府領導們也皺着眉頭，一臉不悅。我差點沒氣暈過去，他們還真是再次刷新了無恥的下限。我一個箭步衝上高台，拿起話筒厲聲喝道：“安靜！”在全場注意力都到了我身上時，我緩緩開口了。當初村長陳老三找上我，說是村裡工程款被騙，讓我幫村裡人找活，好讓大家能過個好年。我想着都是一個村的，就應承下來。我夜以繼日地打電話找關係，愁得都吃不下飯，睡不着覺。好不容易找到海城的幕牆窗訂單，我興致勃勃地回村告訴你們這個好消息。可你們呢？答應得好好的，結果就因為30萬的居間費撂挑子不幹。你們明知道違約，我會面臨什麼？可你們還是全部罷工。我目光犀利地掃視着陳二狗那一小片人群，頓了幾秒，我再次開口：要不是我老同學恰好也是包工頭，我就要面臨上千萬的賠償。王猛開公司後，也給過你們機會吧？是你們偷工減料，不好好幹，如今還有臉來鬧？究竟是誰給你們的臉？陳二狗、陳老三老婆那群人還要鬧？我一個眼神掃射過去，警察局還有檔案，你們再鬧事，就別怪我再讓你們進去。全場寂靜，陳二狗他們不敢說話了。王猛是個聰明的人，他迅速把握機會，說得對，我王猛能有今天，離不開父老鄉親的支持，可更離不開我老同學陳斌。要是沒有他當初給我介紹的項目，我也不會有機會打開海城的市場，有今天的成就。陳斌這種無私幫村裡人的行為令人佩服。我向組織建議，今天的稱讚與獎賞都該屬於他。他的一席話扭轉了局面，聚光燈閃爍連連，無數記者、娛樂主播紛紛拍攝。陳斌，你做得很好，鄉村的建設與發展離不開你們這些年輕人的奉獻與支持。我代表組織將此次的金燕獎頒發給你，希望你再接再厲。聽了台上領導這話，我趕緊拒絕。村民們的生活之所以能越來越好，是王猛的建築公司為他們提供了工作，該得獎的是他才對。要是沒有王猛的公司，附近村民的經濟也不會大大提高，這都是王猛的功勞啊！我豈能冒領？斌子，你就別拒絕了，要不是你當初給我提供機會，也沒有我今天啊。再說，你當初找工程項目的本意，就是想幫村裡人過個好年，這獎你就安心收下吧，村民們都感激你呢。台下掌聲一片，你們二人都是好樣的。這樣吧，這金燕獎就由你們二人一同領取。掌聲再次響起，話都說這份上了，我也不好再拒絕。當天，有關我的新聞就霸上了熱搜，好多人都慕名跑到我店裡，就為了看我一眼。我也體驗了一把當名人的感覺。由於來人眾多，帶動的我店裡生意也好了許多。陽光暖人，付出終有回報。感謝大家的觀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